如果你所坚持的事是正确的，你就应该无所畏惧地追求它们。父亲的这句话让追求公正与平等为信念的他，在披上律师袍后，挺身为各种不公案件伸张正义，尤其是捍卫受压迫的弱势群体。而他就是马来西亚第一位华裔女律师丹斯里林碧妍 （PG Lim）。这位已故维权律师的一生如万花筒般炫彩斑斓，而又充满挑战。除了司法维权，他也跨足外交、政治及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更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位女大使。在那动荡的50至70年代，这位马来西亚独立前后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如何用精彩的一生陪伴这一片土地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本期节目由 My Starfish Foundation 义气相挺。林碧妍来自槟城显赫的家庭，出生于英国伦敦，成长于当时的英国海峡殖民地槟城。她在完成中学之后，远赴英国深造，毕业于剑桥大学格顿学院，是当时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代表着马来西亚独立前后受西方教育影响的海峡知识分子。虽然有着很多身份，但是林碧妍大部分的人生岁月和司法维权有关。她追求公正、平等与法治精神，并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审讯。1951年至1971年是她投入司法维权的重要时光，那也是马来西亚经历争取独立与建国的时代。林碧妍可说是直接参与了国家与社会的建设。林碧妍最著名的司法维权案，包括在英殖民政府全力打击马共的50年代，为因为持有一颗手榴弹罪名而被判死刑的马共成员李明争取公平审讯。根据报道，李明在这起案件中面临不公审讯而被判死刑。林碧妍协助李明上诉至英国枢密院，并在上诉失败之后继续向霹雳苏丹申请豁免死刑，最终成功让霹雳苏丹特赦李明，把死刑改为终身徒刑。这起案件引发了不公审讯的争议，林碧妍也随后致力争取，最后促成马来亚法庭落实陪审团制度，直到1994年废除为止。这是林碧妍担任维权律师的第一宗案件，在坚持公平审讯与法治精神下，她全力以赴把李明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也在法律界奠定了重要席位。另一宗著名的司法维权案则是发生在1961年，林碧妍为族魂林莲玉公民权被剥夺一案，义务担任辩护律师。根据报道，当林莲玉以全国教总主席的身份领导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因而被褫夺公民权及吊销教师证时，林碧妍为他义务抗辩3年。随后，在林莲玉争取创办独立大学时，林碧妍也担任他的顾问。林碧妍也曾经在1957年为参与反对学校改制学潮而被开除的中龄学生义务担任辩护律师。虽然林碧妍接受的是英文教育，不谙华文，但这并不阻碍她帮助任何面临不公不义的人。而这些为华教奉献的事迹，也赢得了华社，尤其是老一辈对林碧妍的尊敬。对林碧妍而言，任何小小的举动，或许都能在某一天为他人带来很大的帮忙。这是她从祖母身上领悟到的。林碧妍说，祖母非常的疼爱她，曾经送她一条长长的钻石项链。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身在美国的妹妹面临困境，林碧妍决定卖掉这一条项链，并把得来的钱给了妹妹。谁也没有想到，祖母当初送项链的举动，竟在多年之后帮到了妹妹。所以在林碧妍的身上，你可以看得到她很喜欢帮助别人，甚至成为她的一种信念。在捍卫工人权益上，她也一样义不容辞。在工人运动高涨的60年代，他曾经担任多个职工会的法律顾问。他通过法律途径辅助受压迫的工人和弱势群体。根据拿丁巴杜卡周美芬的研究著作《林碧妍与她的时代》，因公去世的工人家属在过去通常是不问死因而选择埋葬了事，但是林碧妍努力说服工人家属改变默默承受的态度，鼓励他们主动要求验尸以查明死因。如果确定死者是因公致死，则应该根据1952年的工人赔偿法令向雇主索取赔偿。
其中，林碧妍曾经说服一名在清理塑胶圆丘沟渠时去世的员工家属为死者安排验尸，之后更代表家属上庭索偿成功，不止立下案例，并逐渐让劳工们所接受，也让工人家属不再遭受剥削。林碧妍也曾经为铁道局工友奔波，最后成功让政府把铁道局工友列为公务员。他更代表职工会上工业仲裁庭，最终取得胜利。铁道局工友从此享有和月薪公务员一样的待遇。这些都是林碧妍在捍卫劳工权益路上其中一些令人为之敬佩的努力。林碧妍也关注国家发展，积极议政，更曾经在政治上留下足迹。他曾在50及60年代参加劳工党，也曾参与由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的社政，并在1964年代表社政上阵显都州席选举，虽然最后没有被选上，不过政府之后还是委任他参与2个重要的国家政策工作。在1969年，当国家经历5.13种族冲突事件后，林碧妍受委任担任非回教徒婚姻离婚法皇家调查委员会委员，参与研究及检讨当时与非回教徒有关的婚姻和离婚法律。同时，他也受委担任国会暂停期间设立的国家咨询理事会委员，参与制定影响国家深远的政策。他更是在这个理事会65名男性委员当中唯有的2位女性委员之一。到这个时候，林碧妍在国内留下的许多事迹已经为人所敬佩，但是她精彩的人生旅途还在继续，甚至成为国家第1位女大使。根据记载，当国家在5.13事件后急需发展外交关系时，林碧妍在1971年被时任首相敦拉萨派往联合国，成为第1位出任马来西亚驻联合国副常任代表。随后，她也出任南斯拉夫、奥地利、比利时和驻欧洲经济共同体大使。在出任大使的这9年期间，林碧妍把人生舞台从马来西亚转到了国际。到了1980年，林碧妍卸下公职回国，并在1982年以67岁年龄退休。但是他退而不休，接管了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并用了17年的时间把它打造成为区域的典范。从1982年至98岁去世前的30年中，林碧妍获得了许多的奖项，包括了全国妇女组织理事会颁发的敦花蒂玛金奖章、林莲玉精神奖和莫迪卡奖等等，肯定她一生的贡献。感谢你收看到这里。林碧妍的一生呢，几乎是可以代表了一部马来西亚的近代史。她亲身经历了英殖民、马来亚到马来西亚的阶段，在那充满动荡和变数的大时代，她依然还是可以在多个领域去施展她的能力，实现心中的理想。无论是司法维权、辅助华文教育和弱势群体，林碧妍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更何况在那个以男性为主的时代，林碧妍的成就也体现出了女性的坚毅，值得成为国家当代女性的代表人物。所以看到这里的女性朋友，希望也能够鼓励到你更有自信去实现心中的价值。林碧妍的一生呢，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事迹。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那你就可以阅读她在94岁的时候才出版的回忆录《万花筒》，也可以翻阅周美芬针对林碧妍的研究著作。那最后呢，也希望本集的荧光笔为你介绍的人物篇能够让你有所启发。那希望大家也能够记得哦，在马来西亚建国的岁月当中，有着林碧妍的贡献。这是我们荧光笔工作室制作的人物专题的第3集。那前面2集呢，我们有做过了全民导演 Yasmin Ahmad， 还有国宝级艺人 P. Ramlee。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可以点击以上的链接去观看。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感谢 My Starfish Foundation 支持我们去做这一系列5集的人物专题。那我们之后呢，还会有2位的传奇人物会陆续登场，包括了印裔足球员 R. Arumugam 以及来自槟城的医学家、口罩发明者吴连德，敬请期待。那如果有其他的基金会或者是企业有兴趣支持我们制作其他的专题系列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合作，为这片土地留下有价值的内容。我是莹莹，我们下个礼拜2荧光笔的频道见。